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我们“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每天晚上8点呢到10点，我们会开通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麦。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组求助的2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杨先生34岁，来自河南私营业主；范女士29岁，来自吉林待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受不了对方哪个缺点？他花钱总是大手大脚，对未来一点规划都没有。他总向着婆婆说话，2个人一起孤立我。感情中都什么问题？他太懒了，整天无所事事，还总爱找茬。他对我大不如前，还私自动用我的彩礼。希望对方怎么改变？和我妈好好相处，别总是和他斤斤计较。多为我着想，像以前一样好好爱我。你俩是结婚了哈？对，结婚多长时间呀4年了。4年了。谈恋爱多长时间呀？我们俩谈恋爱的话是6个月就领证结婚了。当时谁追的谁呀？他追的我，我追的他。我们俩呢是我当时刚失恋，然后呢我就玩网络嘛，我就在网上发了个帖子，我就很喜欢个子高的男生，我就发了个帖子说怎么吸引个子高小哥哥的注意。然后呢当时他就在下面留言了，当时我也加了好几个男生，但是就他这个人跟他们不一样，别的男生都很抠门，但他很大方，他就一直在给我点外卖呀、转红包什么的。我觉得这个男生跟其他男生不一样。然后当时聊了15天左右，然后他就给我买了几次外卖，他就要跟我见面。你那是只是点外卖吗？在网上买一些衣服啊，都要发代付链接让我付钱。小伙子，你不觉得自己可能会上当吗？所以说我就寻思他是不是个骗子呢？我就很害怕，我就想要线下来见一见，来确定一下关系。我不想让他当我是骗子吧，然后我就说那我给你个地址，你来吧。然后他就买火车票就来我家找我来了。我以为问一下啊，好奇心啊，你对一个不认识的人，你怎么就好意思把链接发给他，让他给你买单呢？因为我之前谈的男朋友他们都这么对我呀。在火车上的时候，你还在问我要红包呢，不给他红包他都不给我见面。我就给他发了个5块2红包，他嫌少，我只能给他发个大红包，他才去火车站接我。发了多少啊？花了1314，是131块4毛，还是1314？131块4毛。第一次给他发的是5块2，5.20，然后发了这个红包之后，他才去火车站接我，可能比较害羞，还比较害怕，带了个闺蜜一块去的，要去吃饭。我寻思咱俩见面聊聊呗，你带闺蜜吃饭也行。她一个女孩子可能害怕。我就让她一块去了，可是她闺蜜等到饭店之后，她闺蜜又叫来了她同事又来了，她同事又叫了她对象，同事的对象也来，一下凑了5个人，到最后她同事来了，嘎嘎一顿点了一大桌子，我还以为他们请客呢，他们吃了2口，没吃多少，没吃一半走了，走完了之后，最后我一结账，花了800多块钱，我都不知道到最后我吃了什么，我感觉你吃了哑巴亏呀，我笑死我冤大头。接下来，她闺蜜又拉着她去逛服装店去试衣服，那我们2个确定男女朋友关系了，我给她买衣服啊，那很正常。但是她不一样了，她非要让我给她闺蜜也买单。然后我不寻思让她表现一下，让我闺蜜对她有点好印象，以后万一我们俩有什么事儿争执了，我闺蜜也能替她说说好话嘛。这又花了多少钱啊？买衣服加吃饭花了快2000了，这还没完了。最让我生气的时候，然后买完衣服路过了一个金店。然后她又拉着她的闺蜜去黄金店，在柜姐的推销下，又去试了很多金项链。她闺蜜又一直在宠着她，让她去买，让我付款。我就提了一个条件，我说我给你买可以，你得让我见你家长。我当时我闺蜜都已经以为她去给我结账了，我总不能当我闺蜜面前丢面吧。然后我说你先付款吧，你先付款吧，付款了我就带你回家见家长。然后我说那你去我们家也不能空手去吧。然后她又买了一堆礼品，又跟我去的我家。到你家，你爸妈连理都不理我，把我晾在一边，我还拎了那么多礼品。他们对你没有说话的，其实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告诉我爸妈，我在网上处了个你那么个对象，然后我直接就把你领进门了。所以当时他们看见你很懵嘛。第2天我跟他解释了，我还跟我妈展示你给我买的项链了。我说妈，你看他给我买项链，他肯定是真心对我的，不然你们不能一天就一整天就给我花那么多钱。然后我妈说，那人家来了的话，那
你给他，那我明天让他过来吃饭吧。然后他们就喊你过来吃饭了嘛。所以我就顺理成章的在父母邀请下，我就去又买了一大兜礼品，买了点各种礼品，又去他家吃饭。吃饭过程中，他父母也挺好的，也比较和蔼，聊得也比较投缘了。他父母也同意我跟他处了，我就带他一块回我的老家荷兰去了。也顺理成章的见了我的父母。期间我还去各个地方陪他旅游啊，6、7个月的时间。这期间我只上了1个月的班，辞职了。对，我是辞职了，但是处的还可以，我就寻思着，往下一步走一走嘛。但当谈到彩礼这个时候，他们家都不一样了，狮子大开口啊，就直接要18万的彩礼。我们家庭也不是说非常富裕的，你上来就要18万。18万怎么了？我哥结婚娶他媳妇儿啊，也娶的是外地的呢，我哥还掏18万娶的他媳妇儿呢。那我和你处对象的那6、7个月，我都带你玩也玩了，吃也吃了，花也花了。那过节、生日、纪念日，我给你转了多少红包？我还有他自己做的小视频，我还有剪辑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看。哦，来，算账的。January, February, March, April, May, June, July,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November, December。大概花多少钱？花了有3、4万，4、5万了。那个过年6件套必须给我老婆安排上，是你要的，还是她主动给你的？是我要的，因为我当时我闺蜜她老公也都准备了，我说你也得给我准备，然后她给我的。什么6件套啊？有买那个衣服的、护肤的、做头发的、做美甲的、做睫毛的。哦，就给现金是吧？啊，对呀。6件套一共价值多少钱？将近2万吧。把我之前的存款都给花完了。那最后这个彩礼到底怎么着了呢？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我爸妈就给我拿8万，我又死乞白赖的一直烂磨，我妈妈又给我向我舅舅家借了2万，然后剩下的8万块钱，我就向我自己的之前上班的同事朋友又借了借，凑够8万块钱给他了。这18万是给到了他的父母手上，还是给到他的手上？给到他的手上了。因为我们家也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我们家不光是就是他给了18万，那我也有嫁妆的呀，我妈妈还给我6万的嫁妆呢，然后我都给我了呀，我也是带到这个小家里面了嘛。你们2个人后来婚后是定居在哪儿了？因为一个河南，一个长春。在我家。其实你看似他给我18万的彩礼，但是他还有一个问题，他没有房子呀。我们俩还跟他爸妈住在一块儿呢。那你之前在长春有工作吗？我之前在长春有工作呀。那你是辞了工作到河南？就是我们俩当时不是中途有旅游嘛，然后旅游的时候我们俩见面了嘛，见面那个时候正好我跟我同事闹了点不愉快，然后我就跟他干仗，然后我就辞职了。然后就是一起到了河南他的老家那儿，你们2个人再重新再找工作是吗？为什么我会选择和他结婚呢？因为就是我不喜欢工作，然后他中途有上1个月的班，他还把工资上交给我了呢，然后我就觉得还更不错了。所以你就是觉得结了婚之后就可以不用工作了，对吧？对对对。你本来也不喜欢工作。是的。结了婚就可以彻底躺平了。哦。俩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结婚前他给我花钱可大方了，那婚后呢，啥都得我管他张嘴要。他妈呢，还总是就是看不上我似的，就感觉我真的很接受不了一点，就是喜欢来我卧室里面啊，打着说帮我收拾屋子的名义。啊，动不动就把我衣服啊、化妆品啊就给我拿走了。我妈妈为什么总是进我们卧室？她是比较懒的，一个星期她地面可能也不带打扫2回的，地面上的纸巾啊、湿巾扔的到处都是。那有的内衣都扔在床角里面，有的发霉了，她也不去洗一洗。我妈妈每次进来都给她打扫卫生啊、洗床单呀、换被罩啊，都给她弄一遍，她还不去感谢她，还说我妈妈不敲门拿了东西。那有时候我妈妈穿一些。衣服啊，穿一些用一下人的化妆品呐，那有时候出去跳个广场舞，偶尔用一次那也很正常。那她可小气，就是不给用。婆婆去用你的这些东西跟你打招呼了吗？她从来都不打招呼。她不光是拿我的这些，就是什么化妆品啊也好啊，还有一回我想看电视剧，因为我结婚之前我是有平板的，新买的，没用过几次。结果我想看电视剧，我发现平板不见了，然后我就跑去问她，我说妈，你是不是把平板又拿走了？然后他妈就装糊涂，说啊，那是你的吗？我以为是我们家乖宝的呢。然后我说那是我的妈，我说你把我平板放哪儿了？我要看电视剧。然后他跟我说啊，我以为那个是我乖宝的，然后我就给他那个表妹了。我说你为什么要把那个平板不经我们同意就给他表妹啊？就是因为我的手机坏了嘛，然后我也不想买了，他表妹新买个手机又想买个手机。
然后那个平板放在那儿，她还没有平板，我就把那平板置换了。不也想为家庭里面省点钱吗？想着废物利用吗？你可倒好，你上来就是一顿吵。那是他的东西啊，他找他的东西有问题吗？我妈妈不知道那是谁的平板。那你也不能反过头来都知道事情原委了，反过头来还要责备他呀。对呀，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呀。而且你们不知道，她的那个表妹啊，也就是我婆婆的侄女，她妈妈对她那个侄女啊，就像亲女儿一样对待。所以说我有的时候我的衣服和化妆品，怎么可能会是她一个那么大岁数的人去用呢？她肯定是把我的东西给她那个表妹了吗？哎，你觉得你婆婆喜欢你吗？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婆婆不应该给那个见面的上面去，没给。然后还是我们俩当时要决定领证了之后，我上赶着管人家要的，当时给的可生硬了，你知道吗？就我婆婆她不会转账，然后呢，我公公就直接过来了，说你把收款码打开，我给你扫钱。给了多少见面礼？4000块钱。你现在跟婆婆关系怎么样啊？那还用说吗？水火不容。还住在一起吗？我现在回东北了，回到长春了，我不在那边了。你们俩现在分居啊？没有分居，我也在长春。你也回长春了？对。这咋的了？后来就因为这平板这一个事儿吗？不是，因为很多事儿，除了平板以外，我妈还给我有的时候会寄一些特产，因为他们那边我有的时候吃不到我们家乡的特产。然后呢，她妈妈不打招呼，把我妈妈给我寄的特产又要无偿送给她的表妹。然后我当时我就甩脸子了，我也不惯着她，我就过去我就抢过来了。我说我凭啥呀？这是我妈给我寄的东西啊，我还没吃到嘴呢，就那啥了。然后呢，他就甩脸子不干了啊，把我东西又抢过来，啪摔地上了啊，还跟脚踩2脚，然后说啊，我侄女要吃不到啊，你也别寻思吃了，你也别想吃了。然后呢，他领着他的侄女就走了。最后因为什么事儿大爆发了呢？最后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怀孕了。那我怀孕了，那我孕吐很厉害呀。大夫说我孕酮低，说我这胎有点就是不太稳，让我好好在家养胎。我那时候天天就是打那个孕酮针保胎嘛。他爸妈不给我做饭呢，我就只能点外卖了，点外卖吃，1回2回行。那我不能一个孕妇总点外卖吧？然后我就寻思我软一软吧，就跟他妈说说呗。我就跟他妈说，我说妈，你能不能给我做顿饭吃？他妈扭头给我来了一句，我一会儿还要玩麻将呢。后面就是我特别伤心的一个件事了，就是当时我不是一直在保胎的状况嘛，然后呢，本身就应该很注意，然后有一天晚上，就是那个时候都已经做过 NT 了，孩子已经挺稳定的了，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就肚子有点疼，然后头也疼，但是那会儿都已经12点了，那个时候快赶过年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公，我头疼，你快带我去医院，我怕孩子出事儿。然后呢，他说行，我带你去，然后。我婆婆说啥也不让去，就说12点了，哪有什么好大夫？你们去什么去啊？别去。那不当时时间比较特殊嘛，正好过年的时候，外面还下着大雪，开车也不方便，路也比较滑。我还问你疼了能不能忍一忍，不能忍的话我也带你去。这咱妈也没有说明确挡着不能去。不，这怀孕期间肚子疼，这能忍？这还能忍吗？你是有点文化常识吗？你妈没生过孩子？我也是，也没有匪夷所思啊！你们，我当时我也没有出血，其实，然后到了就是下一次产检的时候，我就去医院了。到了医院呢，进去没几分钟，人大夫就划了2下就说，哎呀，胎心停了。我就跟那大夫说，我说为什么会停啊？然后大夫说，我哥那个彩超给你看，你好像都已经停了快1个月了。那就是相当于我做 NT 没几天的那天疼的那个时候导致的孩子他没有的嘛。然后我就寻思一定是他妈那天阻止导致的，如果他妈不阻止孩子能没吗？然后他就打电话给他妈，我说婆婆他得来这儿照顾我呀，他一个男的他肯定不会照顾我。结果呢他妈妈怎么说的？他妈电话里边就说，妈呀，那我去不了呀，女人坐小月子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要照顾不好她以后她记恨我怎么办呢？我可不敢去照顾她呀。你们俩想想招吧，不中的话买个票回家吧。婆婆让你回家去做这个手术？对，从河南回到长春去做这个手术？对。那你最后在哪儿手术的呀？回长春手术的。我给我妈哭，打电话我说妈，我婆婆她说她照顾不了我，让我回家。然后我妈说那闺女你回来吧，妈妈照顾你没事的。那个时候其实是过完年没多长时间，所有人都回去上班嘛。然后他那时候车票其实也挺紧张的，他那边又没有通那个高铁啊，只有那个快车，快车的话也得10个小时呢。然后我当时就抢票嘛，终于抢到一张票，我寻思我得自己回去做流产呢。
后来他妈就还算当个人，然后跟他说，哎，你跟他一块儿回去吧。然后呢，他也抢票，然后他跟我还不是一个车厢，我们俩分开2个车厢。我坐着火车，我就回到长春，然后我自己挂的号。结果人家说，哎，孩子在你肚子里面都干巴了。哎呀，然后他说你赶紧就安排吧。然后当天就给我安排了手术，然后又安排清宫什么的。然后我婆婆呢，她更缺德。我以为她不照顾我就算了呗，她还干了一件什么事儿更让我接受不了。我前脚走了，人家说照顾不了我，后脚她跟我公公俩人买了个飞机票去云南旅游去了，说出去玩就出去玩了。而且我们其实双方家长到现在都没见面呢，我们俩结婚4年了吧。你们2个人在长春生活住哪儿啊？住你爸妈家是吗？他租了个房子，然后他找了个工作，在长春市区。我们家在镇上，然后我又回我们家镇上了。就你俩现在是分居的状态是吗？偶尔吧，我有的时候也会去长春陪陪他。你那是陪我吗？有时候他就借着来长春的名义，实际上他是去约会那些男同学去了。晚上会回家吗？最生气的就是有一次晚上没有回来，当天晚上我打电话他都就是不接，第2天打电话打通了之后，他就说前天晚上喝到12点喝醉了，在男同学的家里客厅里面过了一夜。几个女生几个男生啊？一个女生，2个男生。你一个女生还有一个女生是我闺蜜，但我们都是同学，我们没有什么暧昧关系的。你自从回到了长春，你就感觉进入了自己的舒适圈一样，有我没我这个老公，他都像个单身贵族一样，整天出去吃喝玩乐，也不管我的感受。有时候1个星期也可能就见个1次2次。但是每次我一跟他见面，到他那儿了，他以前在河南的时候，他从来都不喝酒的。但是他到了长春之后，他就愿意跟他那些同事啥的出去喝酒，一喝酒就喝得稀烂醉，到家他就吐，然后我还得给他收拾。然后还有一次我好不容易又回来一趟，他呢又喝到3点多钟才回来，然后他又吐，吐完之后这次我可不惯着他了，我就没再搭理他，我回卧室睡觉了。结果第2天早上一开门，哎，人没影了，吐的那一滩还在地上放着呢。我同事给我打电话打得比较急啊，那顾客找我剪头发做头发的，我走的比较急，本来我也是收拾的。那晚上下了班他打游戏，搁游戏里面那个人出什么游戏搭子，然后呢有一次我就看到他那个游戏里面那个女孩就跟他说啊老公，啊老公。那游戏出搭子不是为了通关吗？为了做任务吗？它就是一个通关任务好过一点。你们除了游戏在私下有联系吗？有，他俩有微信呢。微信里面喊什么？微信里面不喊，就基本上都直播的时候，在里面打游戏的时候有时候会喊，我也没有说让他故意去喊，我也没让他去喊。你们见过面吗？没有什么发生什么实质性的行为。姑娘这2年也没有上班是吗？没有，我没上班。那你的钱从哪儿来啊？说了这个我就来气，我俩结婚，他呢工资啥的从来没有上交过1分了，然后我就只能花我彩礼钱。我哪还敢给你钱呢？有一次喝醉了之后回到家，我翻他手机，我看他刷短视频和一个男主播聊上了，给那个男主播那个短视频平台充值了2万多块钱，我就把他的彩礼给他存成定期了。男主播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他平时给我提供情绪价值了吗？你要不给那些男主播充钱，我能把你的彩礼存成定期吗？那我日常生活中我花啥钱呢？我回娘家花啥钱呢？我买菜花啥钱呢？我给你开的有亲密付啊，你发亲密付就得了呗。一开始给我开了一个亲密付，亲密付里面只有5000的额度，然后呢，我跟我闺蜜我俩出去吃饭去了。吃饭的时候，等我付款的时候，我发现我亲密额度能随便改，他给我改成50了。他每次都爱和那几个爱慕虚荣的小伙伴，要不就去吃喝玩乐，去各种西餐厅，每吃一顿饭都发个300、500的。咱啥家庭呢？你又不上班，我自己一个人上班，一个月也就那4000多块钱、5000多块钱，也不够花的呀。今天谁要来的？他。你为啥要来？就今年过完年，我妈妈出车祸了。我不是自从她小产之后，我一直没回家嘛，我都在这边照顾她。我妈出车祸，打算回老家，她非不让我回去。我为啥不让你回去？你心里没点数吗？当时是那个肇事司机先给他打的电话，还不是他妈妈。然后呢，我说怎么了？当时我们俩正在等公交车呢。然后呢，他跟我说我妈出车祸了。我说那咱俩赶紧买票回去吧。又抢票，在抢票的过程当中，他爸爸又给他打电话了。然后我就站在旁边，我就听呗。结果呢，电话里面他爸爸跟他说了2句话，我就听到他妈妈在那边跟病友说什么：“哎呀，我命好苦啊！我儿子娶了一个外地的媳妇儿啊，2年都不回家看我呀。他那个媳妇儿就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啊，怀个孕给我大孙子还给我整丢了，然后怎么样，就是各种难听的话，就后面我都没法说。我当时我听完之后我就生气了，我说你妈都这样式的了，你还想回家？他妈妈正常就是我没生之前，他妈就好发朋友圈阴阳我。”流产以后不让他回家，他妈又发朋友圈阴阳我，不信你看，当时我还给他截图了呢。
孝顺婆婆是每个儿媳的第一要务。想当年我们那会儿，婆婆说个话，我们连个字儿都不敢说。现在时代真是变了，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不孝顺老人的人，早晚遭报应。尊重婆婆的女人才会更有福。他就是变着法的一样，我觉得我不孝顺，觉得我把他儿子留长春了，不让他儿子回去了。那我妈妈发的朋友圈，这段时间发的，你看了吗？我这2年多没有回去了，我妈妈心里怎么想的呀？你就可以让大家看一下，我心里多难过呀！我作为儿子，在他出车祸的时候没有帮他回去帮他照顾，我心里也很难受的。你妈就是要装可怜卖同情。你们有啥想说的，可以发表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吧，就是在女生怀孕的时候，你都做不到去照顾她，而且婆婆都那样对她了，你都不主动去调节一下，你一点都不站在她的位置上去考虑，这是一件事情。但我觉得姐姐你也应该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这样你在家庭中也有更大的话语权，你自己有那个底气。之所以婆婆会对你那样子，就是你张口闭口就是钱呢。我说难听一点，像是被买过去的。就是说你可能就是在他们家里面，你就是没有这个话语权，你抬不起来头的。真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苦。所以你们2个人真的是半斤八两，一个要钱，一个要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谁对谁错呢？我觉得妻子你一直都在要尊重。对呀，我也觉得我没有错呀。你一直在这个家庭当中，从一开始打定的那个主意就是你是来索取的。你在这个家庭当中从早到晚，你操持什么了？家里老老小小，你的丈夫你都打点的清清楚楚了吗？你只打点了你自己，你管谁了？你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之下，你只索取的情况之下，你还要尊重，你有被尊重的前提吗？那他们家也不能这么对待我呀。他们家这么对你，有他们过分的地方。我就问你，你要求被尊重的那个前提，你做到了吗？我是没做到，但是你要是没做到的话，就没有但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等价交换的条件和资本。从一开始，他第一次见你的面就索取了那么多东西，将近1万块钱的东西，你自己压根没觉得这段感情不正常？你在火车上还问我要红包，不给红包。你别跟我告状，我就问你，给了你1天的时间，花了将近1万块钱，你自己就没觉得不正常？没觉得，要觉得了就不会结婚了，对吧？所以你有你笨的地儿，该着吗？要说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苦啊，你最大的问题。张口闭口都是我妈妈说，我妈妈说。你现在是个丈夫，不是谁谁的儿子。你维护你的妻子，不意味着对你妈妈的背叛。你别看他，你有你的错，他有他的错，你们俩各自成长的地儿，谁也不知道谁差。不要指望有人会为你一生的享受去买单，前提是你值吗？因为你总在用钱去标榜你值不值，你总在界定这个事儿。你值不值是要通过你自己的付出和劳动去得到的这种价值和相应的社会位置。不是别人给你花多少钱得到的。孩子是你们婚姻最大的牺牲品，你们没有一个人，你不要说你婆婆，你们谁为她好了？她肚子疼的时候是孩子在疼，我不管她疼不疼，是孩子在疼。你有关心过吗？完了，我孩子疼了，大。
别希望你们把这期节目拿给你们的爸爸妈妈看看，我特别想跟你们2个人分别的爸爸妈妈说，你们教育孩子教育得太失败了。首先，姑娘，你一直在要尊重，你从一开始做的就不是能让人尊重的事儿。你知道什么人会一直在跟别人要红包、要这个要那个吗？我觉得谈恋爱的话，男方给女方花钱，那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乞丐。我们俩是恋爱关系，我又不要饭。但凡长手长脚的，会靠自己的劳动能力去挣每一分钱的。所以，姑娘，我觉得你特别特别的可怜，就是你把身上应该有的自尊自爱践踏的粉碎，是你把自己踩在脚下蹂躏。包括在什么情况下去见的你爸妈，是威逼利诱啊，给了钱才能见啊。是啊，我当时只是看看他的态度嘛。如果而且认识15天他就要见面，你认识15天就要见面呀？认识没几天就要人给你买单吃饭呐？能看到这样的组合，啊，我觉得也挺好的，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个非常鲜活的、活生生的反面的典型。对女生来说，或者对女性来说，以金钱为基础的爱情，最终维持不了婚姻。这妻子可能不明白哈，觉得自己没错，我嫁个人不就应该他来养我吗？这句话要说错也没错。如果我们一个妻子在家庭当中可以不工作，可以她的职责是全职太太、全职妈妈，但是她提供的价值一定不低于她丈夫在外边创造的社会价值，就所谓的那个金钱。婚姻是平等关系，你付出一部分，我付出一部分，我们来实现一个结合，一个整体。你是把自己按斤按两称了卖了的，你知道吗？你这样下去没机会幸福的。永远在和人相处，无论是对上父母高堂，对下伴侣孩子，都是我们付出真心、真爱、真诚、真正的情谊，你才能收获所谓的物质，所谓的尊重。你如果再不肯走出这一步去工作，去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此生皆废。你不信，咱走着看。男生，你也没比他好多少。拿钱买这个女人给你的一点甜蜜呀，这世界上的情感不是拿钱来换，是拿真心换的，是彼此的尊重去换的。一个人想得到真情谊，靠的是自己顶天立地的心态。我有多少能力赚多少钱，我有多大能力我娶什么样的媳妇儿，我们白手起家相濡以沫。真正的爱情和真正的婚姻，真的是彼此的责任分享和担当。希望大家都能有正确的婚恋观，千万不要把他们当成了一个模板。我刚才一直在想他们在一起的合理性，我终于找到了。2个都不自爱的人，通过一次开盲盒的游戏，妻子在婚前做了一件事叫情感勒索，丈夫在婚后做一件事叫经济监狱，给你关进去，因为你犯罪了。你所有在婚前的那些林林总总过分的事儿，激起了她及她背后你婆婆的愤怒。我在想，什么样的一个婆婆会如此之不近情理？其实不是她不近情理，而是你不近人情。她没有把你当成儿媳妇看，你不够自尊，所以别人不会尊重你。你们所有之间的互相的这种撕扯，互相的对抗，最后导致什么？暴露了你们2个人的每个人3宗罪。男生妈宝、冷漠自私；女生公主病、贪婪、摆烂。所以你们在一起特别合适，因为你们在一起并不图爱，没有爱，你们也认，但是就离不开。为什么？没能力啊，不挣钱啊，就想着还不挣钱还想打赏去。哎，你不说了吗？我没有钱的时候我会用你的，好的，我把我的钱全花完。你离不开的。男生你不爱他，你控制他呀，50块钱哦，你只配50块钱，对吗？这是他在你心目中的价值。所以因此你们2个自私的人、不自爱的人在一起，我觉得就是这种关系啊。你们谁离了谁都还活不下去，没有人在跟你唱这个对手戏呀，你们就在一起吧，看谁耗得过谁。行，我们和我们第2组的嘉宾小宋、小徐交换一下位置。
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宋22岁，来自安徽学生；小徐22岁，来自安徽学生。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感情中的问题是什么？他一点边界感都没有，玩得太花了。他就是个双标男，只会要求我，自己一点都不改。感情中谁付出的多？我呗，我为他操碎了心，他还不领情。当然是我了，我为他让步的特别多，他都不珍惜。希望对方做出的改变，把身边不清不楚的关系都给我断干净了，好好跟我谈恋爱。别成天监控着我，让我过正常人的生活。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22岁是吧？俩人毕业了吗？今年还没有，大4是吗？对。啊，你俩是校友吗？不是，我们俩老家是一起的。在同一个城市上学吗？在。异地恋呀？对。谈了多长时间啦？2年多。哎呦，那异地恋谈起来挺辛苦的吧？是的，我们这次来就是因为我们俩以前都很爱玩，然后我们大家聚会也很多，慢慢的我就发现啊，他身边总是有一些男性关系出现，所以呢，我慢慢的我就感觉他也慢慢的有点不太在意我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慢慢的感觉大家都有点谈不下去了。什么异性关系？这个能给我解释一下吗？因为毕竟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异地的嘛，所以经常会出现联系不上啊，那只能通过互相猜疑，然后我们中间抽空见面了，通过查手机的话，又能看到一些解释不清的一些东西，对吧？在开学前一天的晚上，临走前嘛，我想再检查一下他的手机，可能我这个人就是比较没有安全感嘛。你们会彼此检查对方的手机是吗？是他老偷看我的。我当时想看他的手机，他死活都不给我看，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然后终于他手机摆在外面，我就看了眼他的手机，我发现就在那一天的下午，他还在和一个男的聊天，说什么下周就去找你，我男朋友在不方便。那个男的还称呼我对象为宝宝。我已经跟他解释过了，那个男的就是酒吧营销，我和朋友去玩，然后经常找他电台，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悉了，然后就是个普通朋友的关系，然后在他眼里，他就觉得我跟他一定有什么。难道普通朋友之间就应该互相称呼为宝宝吗？那他营销，他管男生女生他都叫宝宝啊，那怎么了？什么呢？怎么了？难道我要容忍一个酒吧的营销称呼我对象为宝宝吗？我跟这个营销也没有干什么。然后他那个时候他偷看我手机，他不仅偷看，他当时他还把我们的聊天记录拍下来，做成手机屏保。因为我想告诉自己，这很耻辱，我不要忘了那天的耻辱。我们能看一下你的手机屏保吗？我睡了，看到了。你是为了不停刺激自己吗？是，我是为了刺激自己。那你为什么要和一个带给你耻辱的女孩子继续在一起呢？因为她后来其实对我也慢慢的变好了，但是终究还是问题不断。我现在每次看到他这个屏保，我就受不了。其实刚开始出现这件事情以后，我就设置了这个屏保。但是呢，狠人，你是个狠人。因为那个时候我非常的伤心，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决定分手的，但是他之后对我非常非常的好。我本来就跟这个营销没什么呀，我也跟他说过了，他就是不相信，我说什么都不相信。他以前就是这样偷看我手机，然后又管着我，然后从那次之后他就更变态。我每天每时每刻我都要向他报备，然后就不仅仅是发文字，我还得拍照，我还得录视频给他打卡，然后随时打来的视频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说了，我也如实说了，但是他就不相信我，我还得麻烦我朋友、我室友来给我作证，然后这还不止，我手机定位也要开着，然后呢，他还让我下一个睡眠的软件，说是关心我，看我睡眠质量怎么样。实际上我都清楚，他就想视奸我，就通过那个软件嘛，他就看我每天几点睡几点醒，然后都去干什么。我也不是想这样的，我被逼无奈啊，我很需要安全感。我们俩本来就是异地恋，但既然他管不住自己，其实他给不了你安全感，找一个能给你安全感的不就完了吗？我不是一开始就不信任他的，是因为我们俩在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表现的有一点那个迹象，有点和男生没有什么边界感的一个迹象。刚确定关系的时候，我感觉我就跟备胎，跟个冤大头一样。过年的时候，他和我说他家里面有人，没有办法和我打电话。
结果后来我看他手机才知道，那个时间点那1个小时，他在和他的前男友通电话。我跟他就是和平分手，我们俩现在也是朋友，而且你也知道，我跟他，我们俩双方家里面人都认识，那我跟他多聊几句怎么了？那好，我们现在就首先抛开前的事不谈啊，我们现在跳过这件事情，就讲我们俩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俩异地的时候，我给他发了一段我踢足球的视频。我足球本来踢的也不是很好，我不擅长，我发给他就是想他基本上夸一夸我，给我提供一下情绪价值。结果没有想到，他转手他就给我发了一个他的男性朋友踢足球的视频，和我说：“你看这个男生踢得多好。”我就喜欢这样式的，他不只是口头上夸别的男生这么简单，现实生活中如果有男生跟他搭讪，他也是会接的。那次也是我们俩异地的时候，我们俩打视频呢，正打着视频，他和我说他感觉对网球很感兴趣，想去网球场看一看，学校的网球场嘛。因为我也是学体育的，我认识很多网球打得不错的，我想给他介绍一个人，我话都还没有说完，那人已经走到了网球场，看人家男生打球。人家男生注意到他了以后就说：“美女，你来一起打会儿球吗？我教一教你。”他二话不说，他就把手机架在旁边板凳上，我就看着他们在那边有说有笑的在那边打球。那人家也是好心，就问我要不要学一下啊？那也是免费教学，那我学一下怎么了？就因为这件事情，他就连夜飞过来找我，然后他自己课都不上了。第二天一大清早他就打电话，就把我吵醒，然后就把我喊到宿舍楼下，就跟我吵这件事情。当时整栋宿舍楼的人全看见了。我觉得他这种行为就是丧心病狂。然后还有就是去年暑假的时候，我去参加同学聚会，他死活就是不让我去，就是说有异性啊什么什么的就不让我去。然后我一顿好说歹说，我一顿的保证，出去之前回来之后他都得把我手机检查一遍。我觉得我做到这种地步应该可以了吧。然后呢，我在吃饭的时候我还得随时接他打来的视频，然后我吃饭了我也没注意我手机关机了，结果他突然就出现在我们那个吃饭的包厢门口，直接就冲进来，不分青红皂白就直接冲我嚷，就说我又在干什么，我是不是又跟别人好了？当时我直接傻眼了，就我那么多以前初中同学都在场，我真的无地自容，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我同学们解释。我现在就特别难过的就是我们异地的时候，他没事的时候他就让我开着视频，然后他那边有事儿，他朋友把他叫走了，他就丢下我不管。上回我去北京找他的时候，就是我瞒着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嘛，我也不知道他那几天有事儿，然后我就想我也能陪着他一起出去嘛，对吧？但是他不愿意，然后我们吃完晚饭他就把我一个人丢在酒店，他自己出去玩，出去潇洒了。我当时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当时外面有人，还是说我有多见不得人。外面有人，我出去所有的聚会，我第一件事情我就是打视频给他，让他确定一下我周遭有没有其他的异性。然后呢，我们出去的大老爷们聚会那5、6个男生，大家一起喝酒，那我把你带过去干嘛呀？大家都是男生，就你一个女生，人家看到还以为我是老婆奴呢，真的是。他这种事情不是1次2次的，还有就是我们寒假的时候，我特别想去日照嘛，我想去看海，因为我跟他还没有一起去看过海。当时我已经提前把酒店什么都安排好了。临行前2天，他突然给我来了句，他说他有朋友要来安徽，他得去招待一下。然后我跟他的旅行，他说不去就不去了。关键是他在招待他朋友那几天，我也联系不上他，他整个人就处于半失联的状态。然后后来有一次，他出去吃饭喝酒，我也是实在忍无可忍了。那一次因为我发烧，我也生病了，本身我们就是异地，我也没有安全感，我也需要他陪陪我，我也想让他多陪陪我。然后我也联系不上他，我打电话给他，他手机就是一直关机的。后来我好不容易联系上他，我直接跟他发飙，我就说你再出去跟朋友出去喝酒，我们就分手。他也稍微的妥协，他低头了，他说他以后不去了。结果第2天就被我发现他偷偷出去，男女的一帮人，里面还有我最讨厌的一个女生。就那一个女生，那就是我唯一的，可以说在我学校唯一的一个异性朋友了。这就是他说我双标的点。我不给他去聚会，但是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的聚会上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男性，这让我很不安。我们俩是异地恋。你的聚会上不也有女生吗？对啊，怎么就没异性呢？而且我每次给他打视频的时候，他要不然就是找个角落偷偷的给我接一下，要不然就是接1、2分钟他就给我挂了。那你可以再打，哎，我每次我不安的时候，我会连续给你打，你也可以给我打，你不这样选择，那你现在还反过来怪我吗？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没事干，就一直手机、视频、电话不停歇的，就跟变态一样，就跟疯子一样。我现在就已经是懒得揭穿你了。那个女生，你为什么要讨厌她？她怎么了？那个女生在我们俩在一起之前，我看过她手机，然后我就看到她跟那个女生就是互相喊宝宝。
就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只是因为我跟他在一起了之后，他跟这个女生就是淡开了联系嘛。但是我不在的话，他们俩会不会又还像以前那样？你们对未来有没有规划吗？马上要毕业了，还有半学期呢。考上研究生是我很必要的一件事情，我必须得考上研究生。哦，考研还是在北京是吧？对，因为也就是说未来你俩还是异地是吗？我没有完成的一个梦，我必须得去圆这个梦。好。然后30岁之前，我想的是我在北京打拼，以后回不回老家那是另当别论。哦，好，那姑娘呢？我觉得她现在这种方式对待我，觉得实在是太窒息了，我已经受不了了。我想的就是，要不然我们俩谁都别玩，要不然他管不住他自己，他也别来管我，就直接分手。对于我未来工作什么的，我也是想就留在安徽发展，就是离自己家也很近。好，我等会儿明白了。那你们俩来这儿干嘛呢？你不已经很明确了？那我也可以兼顾啊，我又不是那种上岸第一箭先斩意中人的。兼顾啊，他在老家。然后你在30岁之前，你都不会回到安徽当地。那难道就不存在可能性？我们会一直谈到最后结婚吗？有那么多跟时间赛跑的例子，为什么我们不能是呢？所以我这次来就是说，我们之间存在矛盾，我希望能够得到良好的歉意，就是说能解决我们的矛盾，在不影响我们各自发展的情况下，能够健康的一直的谈下去。好，明白了，你是要解决矛盾的，对吧？姑娘是要分手的，是吗？对。好 ，OK， 来。你们俩有什么想说的？我感觉男生有点太过于控制狂了，而且没事的时候，为什么你们男生总喜欢翻人家女孩子的手机呀？我就很接受不了男生翻女生手机。那既然那么不信任他，你干嘛要跟他谈恋爱呢？啊，你们两个既然在一起了，不就应该互相信任吗？你翻他手机干什么呀？我感觉这个男生首先是在，就像最后说的一样，规划一样，他对自己的人生，自己30岁之前。在学校和考研之间，他都没有做好和他女朋友的一个规划，而是把他晾在一边了。相互之间肯定还是会怀疑，以后的矛盾可能也不会太少。来，我们听听老师对你们有什么样的意见啊？我觉得今天这2对儿啊，都让我想起了原来读武侠小说里的一句话，叫做“毒物附近必有解药”。你们就是来相爱相杀的。心理学里头有一句话，我觉得送给此刻的你们2个人特别合适，叫做“相信的力量”。刚才他提到了说，为什么男生都那么爱看女生手机呢？我给你个解释啊，就这个怀疑呀，是人本性当中的一个东西，本性就是怀疑的，所以你就一下就能解释得通了。而信任本身是有点反本性的。所以你就一下就能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都爱翻手机了。但是你们那个翻手机和你那个翻手机它不一样，男生女生你们各有各的问题。你的问题在于你是低自尊的，就是当你面临着他可能会拥有的这些追求者或者机会的时候，你对你自己本身是不自信的，你对自己的能力、你自己的品行，包括你的魅力，你都是不那么笃定的。你并不笃定你在他这里是唯一最好的那个选择，所以你会到他那儿发疯。女孩，我想问问你啊，我觉得在你和你爸爸妈妈相处的过程当中，你爸爸妈妈是强势的人吗？我妈妈比较强势。原来有冤枉你的时候吗？有。我为什么会这么问哈？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你不停地跟他自证，说我证明我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你没有做，你也没有做出任何对你的这段感情不忠的事儿，你也没有任何触犯你们感情底线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跟他自证你是清白的呢？你这不自觉的就跟着他的那个荒谬的逻辑在走，所以最终的问题是在于，你认为自己的某些行为可能也是不对的，其实明明你没做错什么，但是你认同了他。所以你在不停地去自证，不停地去证明我没问题，我没事儿，和你说的不一样，这是消耗啊。我觉得你是对未来有规划的，至少你会相信你的爱情，希望你们2人都希望你们的爱情可以天长地久。但是你要看到他的不自信，就是他的那个自尊是低的，他要用30岁以前所有的奋斗拼搏去证明他是那个强的，他不会把爱情摆在第一位，他要把自己打造成最强的那个放在第一位。那说明爱情对他而言是印证他可以更强的一个标签儿。你唯一想要去把你这段感情
走下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刚才最开始说的那句话，你要相信，相信本身是有力量的。你要不断的先把这句话不停的去说服你自己，你才让你这段感情能有机会往前走。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这个事儿，你这段感情从一开始你就在不停地拿小刀不停地拉，总有一天这绳子会断。你们2年了，谁控制了谁？他控制我，他也没控制你，你也没控制他。我倒觉得你们这个不叫一场恋爱，你们2个倒是像在做一场恋爱的服从性测试，看看谁能真的搞定谁。女生，我先说你吧，其实你知道你跟各种异性是暧昧不清的。当然，我相信你可能跟其他的异性暧昧不清里边，并没有真正的做出实质性的什么样的问题，但的确有暧昧不清、语言的，或者一些别人叫你出去你就出去了的。且这种暧昧不清，其实你也知道，你并没有做什么，但是你就是要让他不爽，因为想看看他在你的这种情况下到底能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他能不能够听你的，或者他对你的爱到底有多少。对于男生来讲，你也一样的。你也在对他进行服从性测试，你觉得他一直在想要掌控你，所以你就想要反掌控他，你想要拿回这个控制权，也就是我今天跑到这里来，我立刻想要宣示主权，明天我告诉你你不可以干什么，后天我出去了，我跟别人在一起，你不能控制我，我会给你打电话，但是你不能控制我。你们2个不是当恋爱在谈啊，你们2个就是把恋爱当作游戏啊。你们2个谁真正在谈恋爱？你知道恋爱有一个最核心的基础，是我得让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很舒服、很愉快。我相信可能你们有过那一瞬间，刚刚在一起的时候，你跟我在一起我很踏实，我很舒服。只有过那一瞬间，你们就没了。爱情最美妙的地方在于我们2个人会能够制造出来更多的多巴胺，是我们2个这种制造的恋爱的愉悦的放松的多巴胺，而不是因为吵架导致的矛盾的攻击的多巴胺，不是。所以及时止损，可能对于女生来讲，这是应该做的事情；同样对男生来讲，这才能真正完成你想要的。我要踏踏实实的好好的工作，且我要在北京能够有一席之地。踏踏实实的先工作和学习，才是对你最好的选择。哎，你俩换个思路，不要当男女朋友不好吗？你们都是那么爱玩的玩咖，大家就当那个玩伴不就行了吗？回老家的时候，俩人碰到了就一起约着出去玩。换个思路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绑死对方当自己的男朋友和女朋友呢？明明都不是谈恋爱的类型，明明都不具备谈异地恋的能力。谈异地恋是需要具备能力的，他不是说一句我爱你就完了。如果你这个人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你谈不了异地恋。还有一点，你俩之间没有什么爱，爱它不只是占有，爱有一种自我归属感。爱它是自我约束，它不是说我的另外一半来约束我。然后包括那个把那些聊天记录做成截屏，然后做成手机屏保和男孩，我觉得你不是在提醒自己说那是什么羞辱啊、什么耻辱啊什么的，不是的，你那个是一种享受爱情当中虐感的一种游戏吧，就这个行为有点不可思议。所以我觉得你们2个人其实现在的状态就是，不如好好的分开，当个好朋友。你们不都有各自的人生规划吗？我们刚22岁，先去朝着人生规划那个目标去走，不要把你们的青春消耗在这些本应该是在日后可能才会遇到的问题，现在提前拿来去过度消耗你们的精力和人生。谈恋爱不就应该放轻松？我可以100%的信任这个人，我不用想他一定不会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这样的恋爱谈起来才爽嘛！你们现在没啥意思。哎呀，其实你说爱玩啊，玩本身不是一个错呀。你们俩现在。
西，好多事情我们不经历不能体会，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女生呢，自由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拿着自由作为我挑衅对方的一种武器，那就错了。比如我当着自己男朋友去夸别的异性，比如说我当着他的面儿去跟别的陌生异性，然后就让人家教你打网球，你真的觉得你的男朋友心里没有芥蒂吗？那可是我也没有真实发生。你就是没有，那是你的自由，你也没有过分，但是在他的心目中就是在被刺痛。换位思考，如果他这样，你开心吗？你说好，你真棒，会吗？你心里一定是有结的。所以说你要学会共情。我们在讲理的时候，可能不适用在情侣之间的一些小事儿。男生，我想告诉你，你控制他，错了。他把你控制，你每天关注的那个截屏，你每天在想他在干什么，他是不是又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他是不是又跟别人在一起，然后我去捉个什么现行，这不是占用了你大量的时间精力？请问你拿什么空间去做自己的前途的规划呢？我认为在你心目当中，情感才是第一位，因为如果你连情感都搞不定，谈什么事业？谈什么事业？这么一个如果真心有感情、有过了解的这么一个人，你都不能把他放在一个正常的位置，必须放在屏保上说，我时刻得监督你。你觉得你能做成什么大事儿？至少做成大事的人，至少先有一个大度，至少他先有自信，至少他有目标，至少他有能力。所以我真的建议你们两个小孩儿再谈谈。就这种成长，这种关系会让你从中学到一些东西，结果不知道，但是一定在过程当中能让你成长的。所以也希望你们能认真的听进去我们给你们的一些建议和想法，待会儿好好的考虑一下是否要从这扇门出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会开通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麦。有很多想要参与我们爱情保卫战的观众朋友们啊，你们如果有情感困惑的话，找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你们只要去打开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公众号、视频号。好啦，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啊！3、2、1，请开门。是吧？啊，真没出来？对呀，觉醒了。我觉得他俩觉醒倒是不一定，可能是今天怎么可能觉醒？可能是我们给了他们一些他俩没谈拢。行吧，那就别彼此霍霍了。但是我就是希望今天能给他们一点小小的提示，这是不对的这种的关系。我都不知道咱们说了这么重的话，他们能不能听懂？那至少电视前观众朋友听明白了就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揭晓我们今天第2组嘉宾的结果啊，小宋和小徐。好，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3、2、1，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请开门。不出来。耶。哎呀，心放在肚子里。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关系当中，只要2个人确立了我们是恋爱，我们是婚姻。2个人最重要的都是真诚的对待爱情，真诚的对待婚姻。好了，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再见。